且不说三更半夜不关房门有什么危险，熬夜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。蓝忘机握在门把上的手紧了又松，多年来的教养告诉他不应该未经允许便擅自出入别人的屋子。他犹豫再三，在心里同自己斗争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还是向着对面慢慢走了过去。破例一次吧，他想，这些不好的习惯总是有人要帮他改的。蓝忘机轻轻推开了魏无羡的门，发觉比自己想象的要安静。房间并不大，所以蓝忘机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蜷在沙发上的魏无羡。他的半张脸半掩于沙发靠背，灯光打在露出的侧脸上，长长的睫毛在眼底下投下一片阴影。他斜斜地倚在沙发的靠背上，双臂抱着自己弯曲的腿，整个人都几乎缩成了一团，呼吸安稳绵长，很显然已经睡着了。蓝忘机停下脚步，看向沙发上的人，只觉得心下一片柔软。天气已经凉下来了，蓝忘机夜里起身时须得披上一件白天里穿的羽绒服，而现在魏无羡身上只套着一件薄薄的毛衫，虚虚地盖了一条毛毯，显得整个人都十分单薄。蓝忘机略带些无奈地微叹了口气，向沙发上的魏无羡走过去。刚一抬脚，蓝忘机就不小心踢到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借着力滑出去，一下子撞在茶几的犄角上，发出哐当一声不小的动静。蓝忘机下意识地朝魏无羡看去，本以为他会被这一声重响吵醒，却发现那人连睫毛也不颤一下，睡得十分安稳。蓝忘机只当他是睡得太熟，心下微松口气。他俯身将自己踢出去的游戏手柄拾起，轻轻放在茶几上。刚准备收回手，余光却瞥见了放得东倒西歪的几个药瓶。蓝忘机以为那些是胃药，于是复又伸出手想要帮魏无羡整理好。然而拿起第一瓶药时，看清上面的字后，蓝忘机的手猛然顿住，史蒂诺斯安定片。他愣了愣，又拿起剩下3瓶药，指尖蓦然收紧。巴比妥利、芬弗拉明、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。他是从生物工程系毕业的，不会看不出这些都是什么。这几瓶药不是安眠药、镇静剂，就是精神药物。蓝忘机转头望向魏无羡，目光定定地锁住他熟睡中的脸，这才发现他在睡梦中是微蹙着眉的。蓝忘机眼圈有些发红，他究竟独自一人隐瞒了多少东西？平了平心神，蓝忘机伸出胳膊，抄起魏无羡的膝弯，小心翼翼地将他抱在怀里，仿佛他是一件珍贵易碎的宝物，向卧室走去。他轻轻地将魏无羡放在床上，拉过一旁的被子为他盖好，又替他理了理有些长了的碎发。魏无羡整个人陷进柔软的被褥里，毫无防备地睡着，一张脸在灰黑色枕头的映衬下显得有些苍白。蓝忘机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上他的眉宇间，似是想帮他抚平微皱的眉。呆望片刻，终于忍不住俯下身子在他的额间印下一枚痛惜的吻。学校里举办了一个冬季接力赛，每个班级都要派出学生参加，并要求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人人参与。魏无羡初听到这个要求时，趴在桌子上忍俊不禁道：“哎，蓝湛，从前学校里举办运动会的时候，你可从来都做裁判席，没有报过一次项目，不遗余力地维持自己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啊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的接力赛，你会不会参加呀？”蓝忘机头也不抬道：“会。”魏无羡笑出了声：“噗，哈哈，那你跑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清奇的表情或者动作呀？你的形象会不会崩坏啊哈哈哈哈哈哈！”蓝忘机面无表情道：“没有，不会。”魏无羡笑得更大声了。笑够了，魏无羡戳着蓝忘机的桌子的意道：“哥哥，我以前可是学校运动会的扛把子，无论参加哪个项目，都是英姿飒爽技压群雄，你最好祈祷不要跟我临赛道，否则当心自己被我实力碾压哈哈哈哈！”蓝忘机淡声道：“你是说高2 1000米那次吗？”魏无羡闻言，初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思索片刻，后知后觉地想起，那一次自己好像是被学校的一条流浪狗追着拿到了运动会1000米长跑的第1名，他瞬间被踩到尾巴一般一跃而起，草！蓝忘机，你变坏了！谁知道2个人真的是不同组队的同一棒。蓝忘机，魏无羡惊道：“我的嘴是开过光吗？”蓝忘机并不说话，将手里的编号布牌默默递给他。
魏无羡笑眯眯地安慰道：“不要怕，我会让着你一点的。”这是高1年级组的男女教师混合接力，一个队里都是一男一女间交接棒的。魏无羡和蓝忘机都是最后的压棒，肩负着全组的希望。两个人在最后一棒的交接位置等着，看着前面的情况。魏无羡所在的那一组有一个身体比较柔弱的女老师，所以相比其他组落了好大一截。当蓝忘机接过棒离开时，倒数第2棒的江燕离魏无羡还有一段距离，他也不急，向江燕离递去一个安慰的眼神，微微弯下身子探出手。所有人都以为魏无羡这一组肯定是最后一名没跑了，可不曾想，在江燕离递出接力棒的那一刻，魏无羡以肉眼难以看清的速度接过一端，长腿一蹬，如离弦之箭般飞了出去。他和前方几个人的距离在飞速的缩短。5班和3班的同学在观众席上瞬间沸腾了，齐刷刷的挑起来，扯着嗓子大吼：“魏哥，爸爸牛逼！魏哥，帅！哦哦哦，魏哥加油！魏哥必胜！啊，爸爸，男神，加油！”魏无羡在震耳发聩的欢呼嘶吼声中肆无忌惮地耍着帅，直直向最前方的蓝忘机冲去。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越缩越短。终于，在距离终点只剩3、4米时达到并肩，他们不分前后地撞过终点的红线。魏无羡得意地勾唇一笑，想要止住步子，奈何之前动作太快，线下想要停下来实在有些困难。他是跑在最内道的，离跑道和操场交界处的一个小间很近。就在他极力稳住自己速度的时候，有一瞬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方向，斜斜地蹭到近在咫尺的障碍，身子猝不及防地向一旁倒去。魏无羡心道：完了。他闭上眼睛，以为自己的一世英名一定要毁在这儿了，准备迎接倒地的疼痛，却不想自己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稳稳地搂住。可由于惯性，魏无羡感觉到自己还是狠狠地摔了下去。只是在最后的时刻，那个抱着他的人用力一转，两个人的位置便颠了个个。魏无羡睁开眼，一下子撞进一双琉璃色的瞳子，将对方眼里的慌张爱护瞧得一清二楚。霎时间，压在心底不知道多久的情愫瞬间破土而出，着地的人变成了蓝忘机。周围一片惊呼哗然。魏无羡重重地压在蓝忘机的身上，清楚地听见耳边传来一声闷哼。他一下子跳起来，扶着蓝忘机道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事？蓝忘机摇头，眼里的痛色转瞬即逝，可还是被魏无羡看得一清二楚。魏无羡急道：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什么能啊？快说！蓝忘机还是摇了摇头：你没事就好。魏无羡一怔，鼻头瞬间一酸，他嗔怨地望了蓝忘机一眼，抬手顺着他的身子捏捏摸摸，一下子就碰到了蓝忘机的右臂。蓝忘机倒吸一口气，下意识一缩，